当你在祖屋里熬夜刷着各种 AI 即将淘汰人类的新闻，焦虑着下个月的房贷和车贷时，你可能忽略了一个极其反常识的信号。在这个全亚洲科技最发达、AI 准备度全球领先的岛国，我们的政府高层却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，科技越发达，人的判断力反而越不可替代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为什么看懂了新加坡骨子里的 AI 务实主义，你职场上那些关于被取代的焦虑就会彻底烟消云散。生活在新加坡，你一定能感受到这座城市运转的精密程度。从 Smart Nation 2.0 战略深化以来，超过 70% 的公共部门岗位其实已经悄悄接入了 AI 辅助。当你习惯用 LifeSG App 一键处理税务，或者快速查询 CPF 公积金的时候，背后都有 AI 在高效运转。很多正处于职场中坚力量的朋友跟我抱怨，看着自动化工具越来越多，总觉得自己的饭碗朝不保夕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新加坡的科技政策，你会发现一种非常熟悉的南洋生存哲学，那就是极度的务实。在这里， AI 从来不是硅谷那种用来炒作股价、动辄改变人类命运的宏大叙事，它被拉下神坛，用来解决最具体、最琐碎的问题，比如帮年轻家庭更快地筛选 BTO 祖屋的申请条件。政府推行 AI 不是为了炫技，而是为了把人从机械的重复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。理解了这种务实，我们再来看一个真正的案例，你就会明白普通人该如何在这个时代破局。真正让我对这种务实主义产生深刻共鸣的是维文部长在 ATXSG 峰会上的一个举动。作为外交部长，他没有去吹捧什么斥资100亿的超级计算中心，也没有推销什么昂贵的企业级解决方案，而是向所有人展示了他是如何用一个不到$100的树莓派微型电脑，自己敲代码，跑开源大模型，搭建起属于自己的第二大脑。这是一个极其硬核，甚至可以说是扯下了科技界遮羞布的信号。我们平时总被铺天盖地的营销洗脑，以为使用 AI 的门槛极高，需要订阅昂贵的云服务，需要顶级的显卡和复杂的算力集群。但事实是，随着开源生态的爆发，通过几十亿参数的轻量化模型和廉价的微型设备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绝对安全、完全断网运行的个人知识库。维文部长每天要面对海量且极其敏感的外交事务文件，他用这个本地化的 AI 系统来梳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历史渊源，而且完全不用担心国家机密被上传到云端泄露。这对于我们普通职场人有什么启示？这意味着 AI 的真正价值根本不在于它在大考中拿了多少分，或者算力有多强，而在于你如何将它无缝融入你现有的工作流。不论你是需要对比几百页案卷的律师，还是每天要从无数报表和邮件中提取核心数据的项目经理，甚至是一名需要结合本地教学大纲准备教案的老师，这种本地化、定制化的 AI 能帮你把 80% 的案头准备工作从几天压缩到几分钟内完成。它就像一个不需要休息、过目不忘的私人助理。技术门槛已经被无限拉低了，现在真正的门槛变成了你是否有意识去建立自己的第二大脑，让机器为你打工，而不是被机器牵着鼻子走。如果你对如何零基础、低成本搭建这种安全的个人 AI 知识库感兴趣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人多的话，未来我专门做一期手把手教程。不过，既然 AI 处理信息这么快，那最后拍板的为什么必须是人？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逻辑。既然 AI 处理信息的能力远超人类，那我们是不是迟早会被完全取代？新加坡推出的全球首个 AI 治理测试框架 AI Verify 给出了一个非常笃定的答案：绝对不会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种东西是代码和算法永远无法生成的，那就是责任。
我们来看看实际的职场场景。AI 确实可以帮你起草一份看似无懈可击的商业合同，或者生成一份利润最大化的城市规划草案。但问题是，一旦这份合同出现法律纠纷， AI 能替你去坐牢吗？一旦这个城市规划破坏了社区生态， AI 能出面平息公众的怒火吗？它做不到。它更无法理解，在现代化的都市更新中，保留一栋牛车水的南洋老骑楼，或者留住一个老巴沙，对当地华人社群乃至整个新加坡的文化认同，有着怎样不可估量的情感价值。维文部长在分享中反复强调了一个核心概念，叫做 Human in the Loop， 也就是人类必须始终处于决策环路之中。AI 充其量只是一个极其高效的资料整理员和选项生成器，但最终的理解、判断、价值观的选择，以及拍板后对所有后果的承担，必须由人来完成。这就是为什么科技越发达，人的判断力反而越昂贵。在一个所有人都用 AI 生成标准答案，甚至连邮件语气都千篇一律的时代，你的同理心，你的道德底线，你对本地文化语境的深刻理解，以及你敢于拍板并承担责任的勇气，才是你真正的护城河。机器负责效率，而人负责意义。算法可以算出利益的最优解，但只有人能结合人情世故与社会伦理，决定这个最优解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未来。看透了这一层，你就会明白， AI 根本不是来抢你饭碗的终结者，它是逼迫你从被动的执行者进化为掌控全局的决策者的催化剂。当你拥有了这种认知，所谓的失业焦虑其实就不攻自破了。其实无论是100年前先辈们下南洋时的拼搏，还是今天我们在 Smart Nation 浪潮下的探索，核心的生存智慧从来没有变过，那就是务实、开放、以人为本。科技的尽头终究是人文。面对汹涌而来的 AI 浪潮，我们不需要盲目崇拜，更不需要过度焦虑，把它当成你桌上那杯提神的 Copio， 让它为你所用，去释放你真正的创造力和判断力。如果你也认同这种理性且有温度的科技观，想要了解更多科技思维，请记得订阅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。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打算用 AI 来帮你解决工作中的什么麻烦事？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